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这一节呢，我们讲各辅助指标的综合运用啊。目前比特币从74000不到，今早回调到66700附近啊。然后目前这个状态，我们昨天只是画了一个简单的上升通道的趋势线。然后目前从波动形态上看，它也许是 ABC， 也许是1、2、3、4、5都有可能啊，或者是1、2、3、4过程当中5还没有出来，4浪也没有结束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法用波动去准确判断它未来的市场预期。那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第一，我们看 RSI 指标目前已经确认底背离，相对强弱指标的底背离，还有泡菜指数向下拐头，如果它要往下掉的话，短期有可能有一个反弹。刚刚中午的午间行情解读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斐波那契的反弹回调。首先看这个波动，从这儿到这儿的反弹，它有可能至少走到68900大概，或者是整个波动再看一个，那它有可能走到69500。如果它要是反弹，很有可能走到0.618也有可能。那这样的话又是70000线附近，然后正好打到71000的话是这个上升通道的下沿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综合判断 RSI还有泡菜指数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删掉啊，加载一个 MACD 我们再看这边也是明显有顶背离啊，这个区间是有顶背离，然后零轴纠缠了一段时间整体，然后这边有一次零轴反弹2次，第3次它零轴没有撑住，直接就破位到零轴下方了啊。然后这个是今天凌晨的破位以后反弹，然后碰了零轴附近又反抽下来啊，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小反弹。所以我们再看大的时间级别，周线开始，看的话，这周末这根周线怎么收线很重要啊。午间行情我也说过。那我们再继续看日线，确认顶背离55啊， MACD 上也是刚刚形成死叉，然后这个今天日线怎么收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啊。然后我们再看4小时线虽然上下都留了影线，但目前它有可能形成一个4小时零轴反弹的行情可能啊。目前4小时线也是形成一个绿色的反弹的垂线，它怎么收？4点钟下午16点它怎么收线也比较重要啊。然后我们再看1小时线，回来看就越来越清晰了啊。所以说短线做多的朋友，很明显止损位在66600附近。如果你要做空，这个位置显然不太好设止损。如果你要是短止损尝试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把止损位放在68900这一线，或者是再高一点，但这样的话可能盈亏比就不太划算了啊。所以说各个辅助指标 K 线的分析方法一定要综合的运用，综合的判断啊。那好，这一节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我们晚上再见。